这个女孩坐在路边歇歇，一个女鬼接着上她身，后面还有个灵媒婆婆在追。女鬼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其实心里特别慌。宝子的同事这时走过来，说公司都在找她，于是让女孩骑上摩托车。到了饭店，老板曹哥问宝子要钥匙开门，但宝子被女鬼附身后不清楚老板说什么，女鬼也看不到宝子的记忆。看到老板那么凶，一下子把曹哥给摔懵了。旁边的同事还问宝子是不是喝醉了，竟敢把老板直接摔倒。老板也觉得没面子，小声让他把钥匙拿出来。女孩掏了掏口袋，果然找到了钥匙。她转身看向身后的同事，几人围过来对她一通数落。女鬼觉得太吵，脑袋要炸了，正想离开，却发现无法脱离这个身体。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尝试各种方法想出来，一用力过猛就晕了过去。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店里，看到几个男人，她还挺高兴，然后去跟老板道歉，说想留下来，说自己最近脑子不灵光，让老板给自己1个月看看表现，然后就去工作了。没想到宝子以前在厨房打杂，洗碗洗得很生气，想着每天有帅哥相伴，受这点罪也值了。原本胆小内向的宝子，被一个活泼开朗的女鬼附体后，完全变了样，天官地拒空气，愣得曹哥呆若木鸡。同事们大惊失色，都觉得他脑袋进水了。晚上下班小伙洗澡，吓得他们尖叫连连，他乐得不行，全看光了。有人说他，就用脑子不好甩锅。看见一个小伙独自一人，他屁颠屁颠地跑过来一起回家，撒娇卖萌，非要喝一杯。小伙被搅得受不了，赶紧打车跑了。第二天上班又跟曹哥杠上了，老板说一句他顶10句，歪着头斜着眼，嗓门越来越高。曹哥被搞得无语，只好走了。他还一肚子气，要不是看你长得还行，老娘非一巴掌呼死你。天曹哥参加一个美食对决节目，宝子意外成了他的助手。干丁壳特别提醒他别乱来，没想到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。就在曹哥对煮糊的米饭束手无策时，见宝子琢磨了一下，接着咔咔上阵，一碗香喷喷的锅巴汤饭就端出来了，意外地赢得了评委的称赞。拍摄顺利完成了。回去路上无意间到了警局，一直失忆的女鬼偶然遇见了爸爸和弟弟，她开始回忆起过去，一个接一个想起生前的事。她跟着他们回了家，爸爸依然留着他的空位，心里越来越难受，泪流不止。走在曾经生活的地方，过去的画面在眼前闪现，但我就是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女孩无处可去，只好悄悄在饭店打工。没想到刚进门就遇到了鬼，宝子可不怕，他身上住着个女鬼。只见他掏出一把10米长的大刀，咬紧牙关劈了过去，结果不小心砍在了柜台上，巨响惊动了2楼的曹哥。下来一看，在干嘛呢？宝子说自己没钱，可爱娇小，圆溜溜的大眼睛闪闪发亮，说不能睡大街上。但曹哥不干，把这当自家了。宝子还是被赶了出去，随后去了大众浴池，一见帅哥就犯花痴，忍不住小屁股挪动，偷偷的紧挨着别人睡。他正沉浸在喜悦中呢，没想到帅哥的女友来了，孩子装呆发傻，假装打呼，等2口子走开才赶起来。不远处正好有一群人在围观，有热闹怎能少了他呢？一女子正疯狂吃鸡蛋，孩子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原来是个饿死鬼附了身。他们是熟人朋友，2个小鬼彼此诉苦，如果3年不投胎，就会变成恶鬼作恶，要消除他心中的恨，必须找到一个阳气男，但这比登天还难。第2天上班，看见宝子那凶狠的小眼神，曹哥小心脏扑通扑通，该不会又要摔一跤。这时接到电话，追加拍摄。他带着宝子来到电视台，发现曹哥对女主持人有兴趣，嫉妒眼神和小聪明尽显。宝子在旁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突然爆料一个大瓜，曹哥喝水差点呛死，赶紧把他拉到一边，再说话就缝你的嘴。他才不吃这一套，来啊，互相伤害啊。曹哥无奈同意他赞助饭店，没成想这货被女鬼附身后彻底放飞自我，半夜把音乐开得震天响，吵得曹哥只能出去清静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一向老实的宝子怎么突然这么厚脸皮。第2天日上3竿才起床，同事们差点误会。曹哥见情形立马过来打圆场。没多久，曹哥气得感冒发烧了，早早就躺下睡觉。宝子屁颠屁颠的跑过来看看，昏昏沉沉的曹哥，他把宝子误认为女主持人，紧紧牵住她的手，
然后一拉就是一通亲。当然，女色鬼一脸享受，很快就上瘾。旺财忍不住一直叫唤，曹哥惊醒后立马躲开。宝子愣住了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占了便宜态度还这样。曹哥没废话，直接把他赶出去了。争执中，宝子回过神来，亲嘴后，曹哥居然没事。原来他就是女色鬼一直在找的阳气男。此后，女色鬼借用宝子的身体，千方百计接近曹哥，一直色眯眯盯着他。曹哥自知理亏，支吾着向他道歉。眼见宝子恨不得当场抓住他，吓得他赶紧开溜。没想到刚进房间换衣服，宝子紧跟着追了进来。小样，看你往哪跑！说着把曹哥扑倒在床上。宝子一直纠缠不休，这让曹哥不知所措。突然遇到主动上门的，一下子搞得手足无措。他动不动就跑进曹哥房间，跟在自己家一样直接上床，但每次都被抱出去。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曹哥刚洗完澡爬进被窝，结果第二天宝子发烧了。因为身体太虚弱，他身上的那个女鬼若隐若现。女色鬼很快就离开了宝子的身体。醒来时发现已经过去了2周，自缢对所有事情一无所知。宝子吓得哭了，慌忙打电话给奶奶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鬼附身了。另一边，女色鬼到了曹哥的房间，但他只能看到，他却无法接触。想要扑倒他，必须附身在他喜欢的女人身上。于是他找上了女主持人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却发现其他人的身体不行了，无奈又来找宝子。宝子天生特殊，能看见见鬼的东西。他决心保护自己，对那好女色鬼的纠缠装作无事，可纠缠一次次，再好脾气也受不了。宝子结结巴巴的，终于硬气了一次，却在慌乱中引发火灾，饭店里顿时一片混乱。幸亏及时控制住了情况。曹哥问咋回事，宝子一句话也不说，眼含热泪直盯着那个女色鬼。但曹哥转头看，却什么也没看见，觉得他不对劲儿。昨天还叽叽喳喳的，今天却变哑巴了。宝子还是那个宝子，被附身期间发生很多事儿，他却一无所知，所以他无法适应。尤其是曹哥突然对他很好，让他慌张，说曹哥就来。他带宝子去精神医院检查，认为是躁郁症引起的，前后表现不同，只是狂躁和抑郁症状。目前他处于抑郁状态，不能让他独自待着，搞不好狗急跳墙。曹哥想到之前老是骂他，自己长得帅也白搭，居然和个病人计较。他把旺财的房间让给宝子住，还贴心的煮了碗羊肉汤。曹哥性格骄傲，嘴硬心软，说这是没卖完的剩菜，不想吃就给旺财吃。宝子心里乐开了花。他一直暗恋曹哥，但因为自己不吵不闹的性格，常让他陷入尴尬境地，对此他特别内疚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人恰巧一起起床。曹哥告诉宝子，今天是第几次美食比赛的日子，先提前准备准备。宝子一脸惊讶，赶紧跑回房间查手机。他又来到电视台，变得畏畏缩缩没主意。与此同时，女鬼回家看父亲，却见他虚弱的躺在地上，自己又没法救人，情急下再次去找宝子。此刻宝子正在录节目，他手忙脚乱，错误百出，幸好女主持人喊停休息，女鬼紧紧跟着宝子，请他帮忙拨急救电话。就在这时，那边嚷嚷节目开录，女鬼看到宝子放松了警惕，一个箭步冲上去又附在他身上，赶紧打了急救电话，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宝子顺利完成比赛，然后赶往医院看爸爸。回去10天已经黑了，直接闯进曹哥房间，笑嘻嘻美滋滋的宝子又回来了。曹哥问宝子以后有啥打算，有没有什么梦想。他看出宝子有做饭的天赋，建议他当厨师，并开始秘密培训。可宝子的小心思都在曹哥身上，时不时撒娇卖萌，动不动就要抱抱举高高。曹哥被整得无语，可能这种宝贝才是他心头所好。男老板亲自教女员工做饭，一不留神就把持不住，潇洒一转身把女孩抱上灶台，说什么饭啊，还是口水好吃。白天做了个春梦笑醒了，宝贝小心脏扑通扑通，开心得跑去找曹哥聊，说着手也不安分了。多多那边的人想要扑倒你。曹哥吓得一激灵，公共场合你干嘛？但宝子紧紧抱着不放手，他急了上去就咬。臭丫头老实点，作为明星大厨可不能在店里搞绯闻。吃完午饭，曹哥带宝子去买菜，两人到市场溜了一圈，宝子这个吃货又饿了。在小吃店，曹哥碰到了中学同学，为了显摆给同学看，晚上请他们吃饭。
认真准备一番。而曾经欺负他的校霸现在是推销员，让曹哥心里有点不爽。宝子眼睛亮闪闪，坐些下酒菜喝几杯。身边有个活宝，小巧玲珑像飞燕，敢跟西施比美，天生美貌胜过杨贵妃，花容月貌赛貂蝉，经常讲点笑话撩人，动不动就来点暧昧，就问你扛不扛得住。第二天曹哥突然约他下班后在街角见面，他乐坏了，把上学时的裙子翻出来，然后用脱毛蜡纸再喷上香水，最后做个可爱发型，迈着不认清的小短腿蹦蹦跳跳去约会。路上正好和灵媒婆相遇，灵媒婆已经看出女色鬼缠上了宝子，赶紧跑阿秋。街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，宝子的小短腿跑得真快，混乱中女色鬼脱离了宝子的身体，女色鬼跳上了公交车，而宝子又恢复了正常，走在街上也不知自己为何走。抬头一看，曹哥就在不远处，他不知道两人要去约会，眼前暗恋对象慢慢走近，害羞的宝子心跳加速，曹哥误以为宝子犯病，于是带他去吃东西。往常他看到他怯懦的样子总忍不住说两句，现在倒是满心关怀。宝子想起曹哥之前总是嫌弃他，突然变得这么温柔，时间有点发懵，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两人天天吵吵闹闹，不知不觉关系便亲近了。糊里糊涂来了一次不是约会的约会，第一次见到曹哥深情的一面，宝子激动的心里小鹿乱撞，走路都有点打晃，连做梦都不敢想跟暗恋的男神一起散步，还给自己取了个专属的名字宝宝。后来曹哥带宝宝运动，教他骑车，做好吃的给他吃，宝宝受宠若惊，笑得更甜了。这天女色鬼又来了，说要互助互惠，为了避免沦为恶鬼，想借宝宝的身体用用，然后跟阳气男亲热亲热，两人合作双赢互利。可没想到宝子被拒绝了。有一天意外发生了，曹哥和女主持人接吻了，宝子刚好撞见这一幕，他呆了片刻，突然狂奔出去，满大街找那个女的，终于在一个街角找到她。宝子气喘吁吁地冲上去，他是为了挽回老板，居然让女色鬼帮忙，让他附身用美人计。女鬼听了目瞪口呆，两人决定合作，手拉手蹦蹦跳跳回家。第二天宝子又色迷迷地出现了，盯着曹哥的小弟弟直流口水，还说男人这时候最有活力。曹哥吓得赶紧捂住小弟弟，以为他犯病了，快去吃药。曹哥下班后接到女主持人电话，宝子猫偷听到，觉得事情不简单，悄悄跟在后面，但很快被发现。回到家，女色鬼出现，周末大家要去乡下农场度假，那是接近主厨的好机会，他计划要抢先行动，心里有了主意，不能让主厨喝太多酒，给他安排一间单人房，还要准备一件性感睡衣。宝子羞涩又期待地说，大家出发去了农场，但农场主的女儿看到什么？为什么那个姐姐体内还有一个姐姐呢？子暖间紧张了，大家没有理会小孩的天真，这才放松下来，这才松了口气儿。随后大家开心的聚餐，可是带的酒很快喝光了。为了让大家尽兴，曹哥去街上买酒，宝子高高兴兴跟着一起去了。两人一路上吵吵嚷嚷，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，看见四周没人，就开始调戏一番。正要扑倒曹哥时，没想到女主持人来了，自己的好事被破坏，宝子气得不行，不打招呼就走了。几人又进行第二轮，担心曹哥喝多了啥都干不了，宝子说他眼花，赶紧去睡。可他被安排和女主持人一个房间，两个女人的斗争开始了，互相不让，谁也不服谁。他们假装睡觉，藏着各自心思。宝子捏肿了自己的脸，好不容易撑到了最后，悄悄溜进曹哥的房间，直接钻进被子里。曹哥懵了，以为宝子发疯了，赶紧把他拉出房间。狠劲儿的宝子不服，一拽两人倒在沙发上。曹哥吓得忙着挣脱，宝子不高兴了，嘲笑他是不是不行。就在两人争论时，外面突然传来喊叫声，农场主的女儿不见了。曹哥和宝子也加入了寻找。不久后，宝子找到了他，但小女孩一直往前跑。他引着宝子来到一个冷库，然后悄悄溜出去，从外面把门锁上，一个人跑了回去。但宝子还没回来，曹哥意识到出事了，打电话发现他手机落家了，而宝子在冷库被冻得难受。女鬼离开他的身体，想办法开门，但锁太重，根本动不了。后来发现地上有个鞭炮，试了很多次后，终于点燃了。
曹哥见状急忙冲过去，女色鬼看见他们来了，返回冷库，爬到宝子身上，大声呼喊。曹哥终于找到宝子，将她紧紧抱在怀里。渐渐的，他爱上了宝子，心疼的背她回去。休假结束，准备工作，曹哥教宝子颠锅，没想到白日梦竟成真，女孩突然被老板强吻，老板突然出手，他吓得魂都飞了。恢复意识的宝子不敢相信，羞愧又害怕，立刻跑开。曹哥紧随其后表白，听到暗恋对象的表白，宝子紧张到手抖，话都说不完整。曹哥急了，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不知何时开始，抑郁时的畏畏缩缩，或许是狂躁时的魅惑，但有一点一直明确，宝子，咱俩要不要交往试试看？宝子激动得喘不过气，半天才挤出俩字谢谢。得到肯定的回应，两人紧紧相拥，激动万分。旁边的女色鬼见他们确定了关系，却对计划成功无动于衷。忽然一股失落感袭来，在和上宝子的日子里，不知不觉也对他产生了好感。要不要来一段人鬼恋情？想到如今的情况，只好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。另一边热恋中的两人甜蜜非常。曹哥见宝子要拖地，赶紧拦住，舍不得让他动手，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放到灶台上，自己欢天喜地的打扫卫生，夸宝子长得跟小狗似的。回到房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捏捏脸确定不是在梦里。曹哥在隔壁跟宝子说晚安，还自恋的说别想他想的睡不着，瞬间趴在床上傻笑。女色鬼调整好情绪回来了，好不容易跟主厨恋爱了，下一步赶紧趁热打铁确定关系。第二天宝子又变成了色眯眯的样子，光想着主厨就高兴的不行。然后曹哥也醒了，看样子开心到没睡好。宝子打趣是不是一直想着人家，忍不住笑起来。曹哥不好意思说又不是第一次恋爱，赶紧转移话题，让他在店里别太明显，免得被乱说闲话。宝子嘴上说不会不会，一上课就眼神迷离盯着曹哥，口水都快流出来，满脸花痴，跟屁虫一样紧跟不舍，差点把我恋爱了写在脸上。曹哥急得团团转，只好再提醒宝子，完全不顾同事们在旁边一条条甜言蜜语短信猛发，说的那些情话搞得曹哥脸红心跳，生气吧，心里却还是有点开心。随后把宝子叫到楼顶，提醒他注意，问他是不是故意的，差点在员工面前出丑。可是宝子撒娇了一番，用小拳头捶他。曹哥心软了，说晚上带他去吃好吃的。宝子撇嘴不高兴，第一次约会哪里能只吃饭，当然要做点特别的事，夜不回家呢。曹哥还猜不透他的心思，他说自己是个挺传统的人，那事儿随着感情发展自然而然。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宝子的心里不是滋味，嘀咕这家伙是不是不行，可他哪能轻易放弃。一下班就打扮得美美的，还喷上香香的杀虫喷雾剂。两人到了餐厅，他的小短腿开始闹腾，曹哥脸沉了下来，说吃饭能不能专心点。宝子这才停下，不过没安分多久，他突然起身挨着曹哥坐，屁股刚沾椅子就被赶回去。随后他打起了车的主意，假装贴心帮曹哥系安全带，实际是借机疯狂摸手。哦，好像撞到什么了，你干嘛呢？曹哥被摸得很不自在，赶紧急刹逃开。宝子说刚才吃饭东西掉裤子上，人家好心帮忙擦掉。眼看曹哥要发火，是要责备我吗？我好期待哦。曹哥无语，算了算了，回家。宝子赶紧挡在前面，我还没吃饱呢，想要吃什么鬼东西。结果到了目的地，发现整条街都是旅店，人家的小短腿正好走不动了，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会儿？曹哥彻底无语，气得把宝子拉到一旁，你喜欢的是我还是我的身体？宝子一脸花痴地说人家都喜欢。曹哥再次强调他是个比较保守的人，决定既然好好走下去，那就要谨慎点。怎么一个女生一点不害羞呢？宝贝儿较劲了咋了？女生主动有错吗？其实上了宝贝身的女鬼她快完蛋了。看着曹哥无动于衷，他又来一招欲擒故纵，不是保守吗？那就保持10米远，敢靠近荔枝扁你。曹哥完全被搞崩了。第二天是同事生日，宝子提议好好喝一杯，阴阳怪气说咱主厨很保守，肯定不喜欢热闹。原本打算去的曹哥因此不好意思，独自在房间发呆，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。直到半夜人还没回来，忍不住打电话才知道宝子喝多了，和几个同事一起开房了。
吓得他连拖鞋都没来得及换，赶紧跑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把宝子抱走了。我逼着他喝了几瓶解酒药，他才醒过来。曹哥狠狠教训了他一顿，宝子不服，撇着嘴还想发脾气。经他这么一折腾，曹哥也只好认输。回去的路上，曹哥第一次主动牵起了他的手，然后深情表白了一番。宝子相当感动，应该是女色鬼很感动。半夜，女鬼穿墙溜进房间，紧挨着男子躺下，痴痴地看着他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的宝子突然醒了，女鬼连忙穿墙逃走，假装在溜达来掩饰。人和鬼的对话吵醒了曹哥，他以为宝子是天热睡不着，就让他进房间吹风扇。宝子亲昵地帮曹哥擦汗，却不知道和他合作的女鬼也喜欢上了他。看两人甜甜蜜蜜的样子，不禁心生嫉妒。第二天迫不及待地投入了宝子怀抱，充分享受着恋爱的美好时光，时不时借口买菜出门，在菜市场也要秀一把恩爱。这小媳妇真会撒娇啊，一到下班就粘在一起，手拉手散步聊天。路边有个小游乐园，宝子拉着曹哥玩游戏，俩人玩起了猫捉老鼠，一不小心崴了脚，曹哥赶紧看看，宝子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越来越喜欢他。两人一起荡秋千，不禁感慨最近做了很多从没做过的事儿，和喜欢的人一起手牵手散步，一起吃饭，骑自行车，现在这样甜蜜的一起在游乐场玩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那是为生活奔波，没时间也没钱，没去过游乐园，也没旅行，甚至连附近的南山都没去过。多谢主厨让我尝试新事物。曹哥心里不是滋味，满眼心疼，立马决定去旅行，满足宝子之前想要的2天1夜旅行。回到家就开始查找攻略，想想接下来的情况吧，又期待又害羞的不行。可是宝贝却高兴不起来，真到那一刻自己不能再留下，灵魂随后离体。她喜欢上了主厨，明知不可能，却依然不舍得离开。灵媒婆婆坚决告诫她，别有任何牵挂，现在附在别人身上像正常人，时间一到就会变成恶鬼来祸害人间，抓紧时间消除遗憾，早点转世投胎，越拖下去伤得越重。第二天，曹哥提早关了饭店，真要出发旅行时，宝子陷入了犹豫，不停安慰自己不要胡乱想。两人刚要出门，曹哥妈妈打电话说有急事，让宝子先到车站等，约好在那里见。匆忙赶来，没想到和他和女主持人在一起，曹哥急坏了，借这个机会和他了断，然后打电话给宝子，他一直犹豫没接，也没去车站，还是下不了决心离开，想多留几天。女色鬼不舍主厨，多拖1天是1天，能多1天是1天。最终曹哥和宝子没能成行旅行，两人共度浪漫夜晚。为了营造旅行的感觉，在楼顶搭了帐篷。曹哥坦言刚才见了女主持人，也向她表达了心意。我想说的是，宝子感动得流泪了。曹哥含情脉脉，忍不住亲了上去。自称老实的人其实也不老实，慢慢的把宝子扑倒在帐篷里。女色鬼终于被心仪已久的男神撂倒，可当真要动真格时，他却紧张的全身发抖，突然推开对方，拔腿就跑。然而反应过来后又懊悔不已，关键时刻为啥要跑呢？回想刚才的场面，羞怯的脸红心跳，全身发热，一个没忍住，灵魂突然跑了出来。面对一脸懵的宝子，女鬼憋不住太闷了，出来聊聊天。难得遇到知心人，宝子吐露心声。以前她胆小懦弱，傻傻躲着过日子，喜欢的人也不敢告白，直到认识了女鬼，她教会自己勇敢面对生活，还帮她追到了暗恋的男神。宝子对她表达了感谢，女色鬼心里有些内疚，她知道宝子真把她当朋友。第二天继续附在宝子身上，珍惜的感受爱情的甜蜜。曹哥带她到商场买新衣服，然后去电视台接受采访。记者问她喜欢的女生类型时，她完全描述了宝子的特点，要甜美一点，小巧的那种感觉，说的宝子心里乐开了花。晚上回家后亲昵的不舍分开，纠缠了好久才回各自房间。突然听到宝子尖叫，吓得曹哥赶紧跑去看，发现房里漏雨，地上快成鱼塘了，衣服被褥全湿透了。曹哥只好让宝子去他房间，睡主厨的房间嘛，还能去哪儿？宝子换上曹哥的衬衫，他从卫生间出来时，曹哥的眼睛一瞬不瞬，盯着他白白的小短腿，氛围顿时变得微妙。本想找点话题缓和一下，但半天憋不出一句话，最后还是忍不住了。曹哥跑去卫生间慌忙刷牙，
理了理头发，然后悄悄躲进被窝。宝子还在装睡，曹哥刚一抱他吓得猛跳起来，一脚把曹哥踹下床，摔得他叫疼。你搞啥呀？面对自己说的话，只能忍了下来。和原来看急的宝子完全不同，让曹哥很郁闷，跑出去发泄一下，缓解焦躁。第二天上班心不在焉，不仅菜炒糊了，还意外烫到同事。路过储物室时，听见了吃冰棒的声音，看到同事把冰棒让给宝子，大家还起哄他们是不是有情况。这一下彻底醋意大发，曹哥完全被爱情冲昏了头，不仅在工作上给宝子找麻烦，还让他一个人去买菜。宝子明白他在吃醋，也不计较，笑嘻嘻说曹哥真可爱，顺便去看望爸爸。结果发现他在给死去的自己打电话，一问才知道自己死因是自杀，因为手机不见了，想女儿时就拨一下，所以爸爸一直没注销手机号码。听到这些娃真不敢相信，瞬间一段在水中挣扎的记忆突然浮现在脑海中，但仔细回想时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。随后进了自己的房间，翻开生前写的日记，想看看究竟啥原因让自己想不开，却意外看到3张机票，想起当时给爸爸庆祝60大寿，报了个旅行团，这让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在给爸爸庆生时自杀？于是拨通曹哥妹妹的电话约他见面。他是个堂堂正正的警察，除了坏事啥都做。宝子拿出日记和机票，谎称是死者的朋友，还把自己的怀疑说出来。可警察称案子已经结了，确定他是自己了断的，还借故把日记和机票留下。因为信任警察，宝子没有多想，回去越想越不对劲，忍不住再度灵魂探究。留下发懵的宝子急忙出去了。另一边，曹哥无意间听到同事们聊天，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宝子。储物室里奇怪的声音，原来是他在给烫伤的同事上药，顿时对自己的误会感到后悔，想着该怎么哄他呢。下班后买了一束花向宝子道歉，宝子一脸懵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然后曹哥还拿出特意买的项链，又是一番甜言蜜语，说完赶紧给他戴上。虽不知道曹哥为啥道歉，但喜欢的人在旁边对待自己这么好，自然是感动极了。就在这时，女色鬼回来了，看着这两人的甜蜜样子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自己努力追求的人却成了别人的男友，嫉妒让他瞬间失控。他全身突然冒出黑烟，竟然不受控制地冲了上去。小情侣在那儿秀恩爱，女色鬼看到心里特不爽，他飞快地跑上去，把女孩推倒在地。曹哥吓得不明所以，宝子委屈又惊讶，好在女色鬼很快清醒过来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双手，然后慌忙转身离去。冷静后想起灵媒婆婆的话，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随后前往宝子的小屋，附身写了一封信，再悄悄瞥了一眼曹哥。等宝子醒来时，女色鬼已离开，宝子一时无所适从，感觉离不开女色鬼，失去了她，我不知道怎么过下去。就在这时，曹哥突然醒了，出去透口气才发现宝子不见了，他立刻跑出去找。在一个路口，宝子接到了曹哥的电话，抬头一看，曹哥就在马路对面。宝子紧张的站不动了。第二天，宝子开始改变，决定不再懦弱，主动和曹哥聊天开玩笑，一起商量怎么找借口出去玩。结果让曹哥眼前一亮，那学坏又笨拙的样子让他觉得宝子更可爱了。可是约会地点让他受不了，老远就闻到一股香气。为了不露馅儿，宝子忍着吃了一锅，吃得他反胃去厕所狂吐，没想到回来又是一整锅。曹哥怕他吃不饱，又加了一份。苦命的宝子继续埋头苦吃，直到女主持人打电话说要来店里拍摄，他才终于逃离了猪大肠香味的折磨。然而拍摄时，人家见宝子老实好欺负，不仅使唤他干这干那，还时不时训他2句。曹哥看了很不开心。消息传出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几个同事态度大逆转，宝子一干活都围上去帮忙，极力讨好这未来老板娘。得知他们公开关系后，女主持人也释然了，主动邀请2人喝酒，想缓和之前的尴尬。这时曹哥接到妹夫电话，说有事脱不开身，让他帮忙接妹妹。曹哥只能提前离开。2个曾经的情敌继续喝酒，宝子不知道他们之前水火不容。面对女主持人的歉意和祝福，虽然一脸懵，但还是笑着道谢。慢慢地，2人成了好友。另一边，女色鬼可惨了，整天躺在地上发呆，
对曹哥的思念如江水绵延不绝，却只能逼自己不去看他。最终听了灵媒婆婆的话，选了最艰难的路，强行超度往生。临走前再看一眼爸爸，虽然知道他听不到，还是忍不住叮嘱了很多。没想到回去路上，电视里播放着曹哥的节目，想念涌上心头，泪如雨下，还是没忍住走过去，决定再见最后一面。半路先碰见了宝子，正犹豫要不要过去，一辆车飞快地朝宝子冲来。晚上女孩独自回家，一辆车飞速朝她袭来。危急时刻路过的女鬼看到，冲上前把她推开，却在对视瞬间，女鬼尴尬地转身走了。宝子见状立马追上去，问她是不是来看曹哥的。女色鬼此时已经平静下来，对宝子有点内疚，知道去见她只会更悲伤，于是装作偶然路过，祝福宝子一定要幸福。没想到回去的路上又遇到了刚才那辆车，当看到开车的人更是惊呆了，原来是他生前暗恋的崔警察呀。女鬼意识到刚刚的车祸是故意的，之后返回了灵媒婆婆家，越想越感到蹊跷，于是要求推迟升天，告诉婆婆她看到的一切。不明白崔警察为什么撞死宝子，突然想到附身宝子时曾找过崔警察，请他调查一下自己是否自杀。接着他竟然打算杀掉宝子灭口，这不就是说明他和这事有关吗？灵媒婆婆也想起之前见过崔警官，当时就觉得他阴沉怪异，挺吓人的，怀疑他被恶鬼附身了，提醒女色鬼要让宝子小心。而此时他被曹哥带去南山玩，因为这些都是他曾经想做的事。南山没去过，游船也没坐过，宝子只能装作很开心，一起去山顶打卡拍照。旅行最棒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，有你在，风景才美。曹哥感慨两人的每个瞬间，深情地说起自己心动的瞬间。宝子知道那些是他被女色鬼占据时发生的，不是我让主厨想吃饭的。和曹哥在一起很开心，但也觉得有点不安。他不知道曹哥爱的是现在的自己，依然爱着那个被女鬼附身的自己。宝子终于忍不住坦白了一切，厨师喜欢的不是我，他把自己能见鬼魂还能被鬼附身的事说了，人们怎么会信这种事？话还没说完，宝子就哭着跑了，一边跑一边不停回头看，发现曹哥没跟上，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。这突然的惊人消息让曹哥愣住了一会儿，反应过来后就追了出去。他以为宝子疯了，要拉他去精神病院检查。宝子坚持自己没毛病，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。他回到饭店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刚好女色鬼来提醒他关于崔警察的事，话还没出口，曹哥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是不是找借口甩掉他？根本不信宝子那一套鬼话，没亲眼瞧见，他向村里人不信，哪知道女鬼就在他旁边。宝子转头告诉女鬼，已经全都告诉曹哥了。看着宝子对着空气讲话，曹哥慌了，站起来，他还是觉得在骗他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女色鬼也不再隐藏，紧接着地上的椅子猛然移动起来，尹志斌冷的手摸上了他的脸。曹哥吓得立刻躲开，他终于相信这个世界真有鬼。原来宝子和自己相处时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女色鬼附在他身上。曹哥无法接受，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调皮大胆的宝子，还是被女色鬼附身后撒娇的他，还是喜欢温柔内向、乖巧本性的宝贝。时间让人纠结万分，想要静一静，可宝贝以为曹哥不再喜欢自己，为了避免为难，他默默收拾东西离开了。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女色鬼爸爸家里，原来他早上在公园锻炼时看到宝贝晕倒在那里，就带回了家。没多久，女鬼找上门来，把那晚差点出车祸的事告诉了宝子，并叮嘱他待在屋里别乱跑，小心那个崔警察。接着他赶到了警察局，找到一身合适的女警制服，他准备那天冒充宝子，从崔警察那拿回笔记本。终于等到时机，用螺丝刀撬开了崔警察的抽屉，可半路上喊警察提前回来发现了，其实他早就怀疑崔警察，并且一直在暗中调查。如今他找到了关键证据，只要检验结果一出，真相就会揭开。此时曹哥坐在宝子的空屋里，思念不停涌上心头。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，无论被女色鬼上身调皮大胆的宝子，还是温柔胆小乖巧本性的宝子，他喜欢的就是宝子这个人。曹哥向他表白，一开始就想保护宝子，一个女色鬼附到女警察身上，想调查自己的死因，
正当他急着找证据时，却不巧被崔警察逮个正着，慌乱中借口尿急赶紧逃跑。与此同时，韩警察给鉴定科打电话，询问证据鉴定结果。崔警察听到后惊慌失措，借口上厕所赶紧离开。这一刻，平时老好人的他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。另一边，曹哥接到韩警察的电话，说有急事要见面，涉及他妹妹被撞和肇事者逃逸的事，叮嘱千万别告诉他妹夫崔警察他俩见面的事。这时，韩警察拿着文件从鉴定科出来，他万万没料到，撞崔警老婆的竟然是崔警。作为崔警的大舅子，曹哥决定先告知曹哥真相。结果在路口等红灯时，崔警不知从哪冒出来，坐到了副驾驶座。曹哥估计是见不到韩警了，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。谁能想到他的好妹夫崔警制造了一场交通事故，调查发现是刹车失灵导致的。曹哥到达葬礼时不敢相信，刚才还打电话说要见面，他想起了韩警察的话，没提两人要见面的事。然而尚未升监时，看到悲痛的崔警察，下一秒竟露出诡异笑容。曹哥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女色鬼猜到了韩警察的死因，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宝子，他们决定把真相告诉曹哥。宝子转述了女色鬼的调查结果，崔警察不仅涉及妹妹的瘫痪车祸，还有可能韩警察的死也不简单。曹哥想到两人通电话时，韩警察说抓住了撞妹妹的肇事者，并一再提醒他别让崔警察知道他们见面了。反复思考一番，妹夫崔警察真的嫌疑很大。宝子又补充说，女色鬼的死也离不开崔警察。曹哥彻底懵了，想不通妹夫为何要这么做。女色鬼表示现在要查个究竟。他告诉宝子，他的笔记本在崔警察那里，应该有点线索，希望曹哥能把笔记本找回。他受了很大打击，一时不知怎么办。想起妹妹因车祸瘫痪后，一度接受不了，曾跳楼自杀，被崔警察及时救下，在他的陪伴和开导下，慢慢走出了阴霾。最后两人走到了一起。如果妹夫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妹妹该有多难过呀。犹豫半天，还是去了他家，偷偷在房间里找到笔记本，然后去找灵媒婆婆。婆婆允许女鬼附她身上，笔记本最后一页有串数字，可能是女鬼死前留的。分析后发现是车牌号，女鬼去了警察局，又附在了女警察身上。一查之下，竟发现那串数字真的是崔警官的车牌号。确定无误，赶紧出去打电话，把查询结果告诉宝子。就在这时，崔警察笑嘻嘻地走过来，女警察惊慌不已，想要逃跑，但被死死掐住脖子。崔警察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是谁，紧接着他更加用力。女警察呼吸愈发艰难，突然一个记忆浮现在脑海，曹哥的妹妹被撞晕倒在地，崔警察不但没下车救人，还开车从他身上碾过。自己路过时看到这一幕，以及随后自己晕倒的画面，女色鬼终于想起了死亡原因。随着女警察断气，她的灵魂飘离了身体，变成鬼魂的她看到面前的男人，才终于想起了自己是怎么死的。那个漆黑的夜晚，一辆车撞倒了女子，直接逃逸，还从女子双腿碾过。他恰好路过并目击了这场车祸，立马报警叫了救护车，将肇事车的车牌号记在笔记本上，然后给暗恋的崔警察打电话。崔警察火急火燎地赶来，他告诉了他车牌号，但他无意瞄到门口时，竟看到崔警查开的车就是肇事车。他立刻明白了，想跑却晚了。为了掩盖肇事逃逸，崔警察把他按在浴缸里，差点淹死，然后把他扔进河里，伪造成自杀。女色鬼想起了一切，但他明白崔警察不是故意的，是他体内的邪念在作祟。说着就想再杀死女色鬼一次，但手指却穿过了女色鬼。女色鬼拔腿就跑，幸好他跑得够快，才幸免于难。他终于明白自己不能升天，并不是因为他是处女鬼，而是死在自己喜欢的人手上，怨气太重，所以魂魄无法安息。另一边，崔警察走投无路，竟然把宝子掳走了。曹哥一直联系不上他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赶紧找到灵媒婆婆。婆婆哼着小曲翻白眼，模糊地看到宝子在小孩多的地方，于是决定分头行动。曹哥去了警察局，给警方汇报线索。女色鬼找到他的好朋友，让朋友发动其他好朋友寻找幼儿园和孤儿院这些地方。时间阴气冲天，鬼魂横行。一个美女鬼路过一个孤儿院的小屋，
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，更奇怪的是，男子竟然能看到他，那身上散发出的阴冷气息，让美女鬼抖了一下。只见他连连后退逃跑了，随后找到女色鬼，告诉他没有找到那个叫宝子的女孩。女色鬼第一时间想到崔景，紧接着人马就赶过去了。眼见行踪暴露，崔景带着宝子开始逃。曹哥认出熟悉的车牌，赶紧开车追了上去。女色鬼和灵媒婆婆也紧跟着。崔景只一心想甩掉他们，没注意宝子在默默解开绳子。他悄悄拿出一把小刀，宝子朝崔警察的大腿狠狠捅下去，剧痛让车瞬间停下来。宝子抓紧打开车门跑了出去，再抓住他已经没戏了。崔警察只能驾车撤离。曹哥终于追上来了，宝子安全了，但灵媒婆婆和女色鬼仍在追。他开车就像个新手，吓得女色鬼差点又死一次，找了半天才找到，在一处烂尾楼的屋顶找到了崔警官。他打算干掉他们。灵媒婆婆拿出一把豆子砸过去，只见她发出凄惨的叫声，下一秒一个恶鬼从崔警官体内冒出，紧接着扑向他们。灵媒婆婆赶紧拿出棍子与恶鬼较劲，嘴里念叨着咒语：宝贝宝贝动动手，小小红心走一走。随着恶鬼离体，崔警察逐渐恢复意识，与老婆的幸福瞬间一幕幕浮现在脑海。以前那个女色鬼在世时，每次给警察局送餐总会留自己一份爱心餐，每当鞋带散了，她都会用自己独特的方法系好。但这一切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，她被恶鬼缠上，一切都成泡影。恶鬼发现不是灵媒婆婆的对手，便再次占据了崔警察的身体。经过痛苦的挣扎，他回忆起曾经善良的自己和那些爱他的人。崔警察暂时夺回了控制权，他泪眼朦胧地看向女色鬼，心中满是愧疚，千言万语也洗刷不了他的罪。他深深叹了口气，终于感到解脱。随着恶鬼消散，女鬼的怨念也随之消失。他和宝子告别，但宝子拉住他，让他附在自己身上跟曹哥告个别。最终女鬼在他们的祝福中彻底离开了人间。宝子和曹哥过上了无拘无束的日子，宝子也变得开朗了许多，两个人有了个幸福的结局。